利比亚被誉为北非的沙漠明珠。数万年前，如今约占利比亚90%国土的撒哈拉沙漠曾绿意盎然。考古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8000年，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居住在利比亚的沿海平原。利比亚一词的起源最早出现在拉美西斯2世的铭文中，这些铭文记录了博波尔部落劫掠尼罗河三角洲的情景。古埃及人将居住在埃及西部的民族称为利比亚人。利比亚一词原是居住在今西兰尼加东部的博波尔人部落的名称。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这个名字后，将利比亚用来泛指埃及以西的整个北非。利比亚在希腊语中意为白种人居住的地方。公元前3900年左右，剧烈干旱的发生导致了撒哈拉沙漠的形成。由于沙漠化带来的气候变化，人类被迫迁移到分散的绿洲之内。现今的利比亚地区历史上由位于西北部的迪黎波里塔尼亚、西南部的费赞以及东部的西兰尼加组成。公元前1000年左右，出现在费赞地区的部落族群掌握了精巧的地下灌溉系统，它由此成为撒哈拉的一个地区性强权。腓尼基人是第一支从东方来到利比亚的闪米特人族群。到公元前5世纪，腓尼基人最大的殖民地迦太基将霸权延伸到了几乎整个北非沿岸，一个被称为布匿的独特文明应运而生。利比亚海岸的布匿人定居点后来被统称为迪黎波里。利比亚现在的首都迪黎波里就是由此得名。公元前630年，古希腊人殖民了利比亚东部，并建立了西兰尼城。之后的200年间，希腊人已经在被称为西兰尼加的利比亚东部地区建立了4个城邦。西兰尼与之后的4座城市被合称为5城邦。5城邦的希腊人抵抗了来自东方的古埃及人与来自西方的迦太基人的侵犯。但在公元前525年，西兰尼加地区被冈比西斯2世的波斯军队所攻占。此后2个世纪，西兰尼加一直处于波斯和埃及的统治之下。到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再次将利比亚东部地区置于希腊人的控制之下。亚历山大死后，整个利比亚东部成为了托勒密王国的一部分。到公元前146年，罗马攻陷迦太基后，罗马人并没有立即占领的黎波里周围地区，而是将其置于努米底亚的博波尔国王的控制之下，直到该地区的沿海城市要求获得罗马的保护，罗马才将现在的利比亚西部的沿海地区设为迪黎波里塔尼亚行省。西兰尼加最后的希腊统治者托勒密·阿皮翁在公元前96年逝世后，这位未婚配生育的西兰尼加国王在遗嘱中将西兰尼加献给了罗马，但罗马直至公元前74年才正式吞并该地区。由于共同的希腊传统，公元前20年，西兰尼加与克里特岛合并，直到乌大维时期占领了费赞地区北部后，罗马才完成对现今利比亚地区的征服。到公元296年，罗马帝国君主戴克里先将克里特岛与西兰尼加分离，随后西兰尼加地区又被拆分为上下利比亚2个行省。在这段超过400年的时间里，迪黎波里塔尼亚和西兰尼加共属一个邦国。在利比亚的大莱普提斯和塞普拉泰等地，现在依然存在很多罗马时期的废墟，它们彰显着利比亚在当时的活力。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汪达尔人于公元5世纪席卷了北非。在汪达尔人统治下，该地区的繁华开始消散。在被汪达尔人忽视的边远地区，居民们寻求到了部落酋长们的保护，并开始习惯于自治。到6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将势力扩展至北非。拜占庭人在阿非利加的统治使帝国统一的理想又延续了1个半世纪。到7世纪初，拜占庭对利比亚的控制被限制在几个缺乏防御能力的沿海据点。因此，当公元642年9月第一批阿拉伯骑兵侵入西兰尼加的5城邦时，几乎没有受到抵抗。伊斯兰军队占领了西兰尼加后，在毁掉罗马时期城墙并获得贡品之后就撤离了。5年后，在哈里发奥斯曼的义弟阿卜杜拉·伊本·萨阿德率领下，4万阿拉伯军队深入利比亚西部，从拜占庭人手中彻底夺取了迪黎波里。到663年，阿拉伯军队又击败了博波尔人的抵抗，从而征服了费赞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利比亚在乌玛亚、阿巴斯、法蒂玛等王朝的统治下，拥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至1146年，西西里的诺曼人利用阿拉伯人内乱之际占领了迪黎波里。13年后，
在摩洛哥穆瓦希德王朝君主的领导下，迪黎波里重新回到穆斯林手中。1207年，穆瓦希德王朝的伊夫里基亚总督宣布独立，迪黎波里塔尼亚由此进入近3个世纪的哈弗斯王朝统治时期。在哈弗斯王朝统治下，迪黎波里与欧洲的城邦国家建立了重要的贸易关系。然而，到了16世纪，哈弗斯王朝在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的权力斗争中越陷越深。在迪黎波里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于1510年成功入侵并易手圣约翰骑士团后，奥斯曼的海军将领西南帕夏于1551年控制了利比亚北部。最初，迪黎波里的行政权力由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直接任命的总督进行管理。奥斯曼君主用一支他所依赖的禁卫军军团支持当地帕夏，禁卫军很快成为利比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并负责征税。然而，巴巴里海盗才是迪黎波里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为一个自治的军事行会，禁卫军只对自己的法律负责，禁卫军很快就夺取了帕夏的实权。此后，兵变频繁发生。到1611年，当地诸侯发动了反对帕夏的政变。在接下来的100年间，事实上是一系列的代伊们统治着迪黎波里塔尼亚。代伊字面意思是叔叔，他是奥斯曼帝国对迪黎波里塔尼亚摄政王的尊称。到了17世纪70年代，在地方酋长经历了8任更迭后，局势出现了混乱。贝克曾是1679年至1686年驻迪黎波里的英国领事，他描述了当时迪黎波里政府动荡、国库缩水、经济严重依赖海盗的状况。1676年，迪黎波里与英国航运公司签订了和平条约，随后迪黎波里将大部分海盗活动转向了法国，导致法国于1681年提出和平要求。1年后，在经济困境的驱使下，迪黎波里违反条款扣押了一艘法国商船。随后的争端导致法国于1686年用迫击炮轰炸迪黎波里，迫使其屈服。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势力逐渐衰落，苏丹们终止了派遣帕夏前往迪黎波里、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惯例。由于缺乏奥斯曼政府的指挥，迪黎波里陷入1年多的动荡。1711年，奥斯曼骑兵军官艾哈迈德·卡拉曼利发动兵变，杀了原总督，建立自己的王朝。凭借海盗活动的巨额收入，到卡拉曼利临终前，他将版图从迪黎波里扩大至费赞和西兰尼加。然而，王国很快就被内部纷争毁坏。该地区脆弱的实力平衡使卡拉曼里王朝成功度过了几次危机，而没有被他国侵入。1793年，一位叛变的土耳其军官阿里·本吉沃尔推翻了卡拉曼利王朝，利比亚重回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然而，1795年，阿里一世的儿子优素福·卡拉曼利自任帕夏，迪黎波里塔尼亚再次独立。优素福之后恢复了艾哈迈德的统治风格，驯服内地的部落，公然反抗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海军力量，并支持了拿破仑在埃及的活动。到19世纪初，美国因迪黎波里塔尼亚的海盗行为发动了2次巴巴里战争。到了1819年，拿破仑战争的各项条约迫使巴巴里各国几乎完全放弃海盗活动，迪黎波里塔尼亚的经济开始崩溃。当时，由于优素福年迈，他的3个儿子为争夺继承权展开了激烈斗争。尽管优素福在1832年退位，并将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阿里二世，但内战还是爆发了。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表面上派兵恢复秩序，但却废除了阿里二世，这标志着独立的迪黎波里塔尼亚的终结。然而，秩序的恢复并非易事，利比亚人的起义一直持续到1858年。到1911年10月3日，意大利声称要将奥斯曼帝国各省解放出来。尽管阿拉伯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奥斯曼帝国苏丹还是在1912年洛桑条约中将利比亚割让给了意大利。由于利比亚人民对意大利所谓绥靖运动的有效抵抗，意大利对奥斯曼帝国迪黎波里塔尼亚和西兰尼加省的殖民最初未能成功，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意大利王国才完全控制了该地区。这场被称为第2次意大利塞努西战争的冲突夺走了约56000名利比亚人的生命。在备受争议的停战协议之后，意大利在利比亚的政策在1932年达到了全面战争的程度。从地中海到贾格布布绿洲，意大利人修建了铁丝网，切断了抵抗力量的关键防线。
此后不久，殖民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杰贝尔阿赫达尔的居民，以阻止当地居民支持抵抗力量。超过10万人被送往苏卢克和阿盖拉的集中营。据估计，在战斗、饥饿和疾病中，西兰尼加损失了1/3人口。到1934年，利比亚本土的抵抗力量已被有效镇压。新任意大利总督伊塔洛·鲍尔博于同年夏天创建了一个名为艺属利比亚的政治实体。利比亚这一经典名称被重新启用，成为统一殖民地的正式名称。1937年，该殖民地在行政上被划分为4个省。1937年3月，墨索里尼对利比亚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他开通了一条贯穿整个殖民地的新军用公路。出于宣传原因，他自封为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并被授予一把象征性的宝剑。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自1940年6月起，利比亚就成为轴心国和英国之间毁灭性战斗的中心，直到1943年2月，盟军才从意大利手中夺取了利比亚。1943年至1951年，利比亚处于盟军占领之下。英国军队管理着前意大利属利比亚的2个省份——迪黎波里塔尼亚和西兰尼加，而法国则管理着费赞省。根据1947年与同盟国签订的和平条约，希望保住迪黎波里塔尼亚的意大利以及想要费赞的法国放弃了对利比亚主权的要求。利比亚在经历了20世纪中叶欧洲殖民地特有的非殖民化进程后，保持了统一。1949年11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规定利比亚要在1952年1月1日前完成独立。伊德里斯代表利比亚参与了联合国之后的协商。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宣告独立，由3个地区共同组成联合王国。伊德里斯成为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世袭君主。伊德里斯原是塞努西教团的教长。1917年的奥尔科马合约实际上确立了他在西兰尼加内陆的权利。由于他不愿意解除他的支持者的武装，1922年意大利发动入侵迪黎波里内陆的战役，他没有进行抵抗，而选择了流亡埃及。1947年，他回到了利比亚。他的主要支持者是保守的部落领袖。他们希望塞努西政府能够统治整个西兰尼加，而年轻、城市化非洲人则主张建立3省联盟。1951年12月，在获得英法2国同意的情况下，利比亚联合王国宣告独立。伊德里斯一世即位后，他对军队和议会严格控制，并得到城市富人、强大的部族领袖和西方的支持。但年轻军官和城市中产阶级对他保守的政策和置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之外的态度不满。由于没有儿子，早在1956年，伊德里斯就册封侄子哈桑·塞努西为王储。正当利比亚经济随着国内发现石油和美国维勒斯空军基地的存在而开始蓬勃起来的时候，伊德里斯的健康开始变差。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伊德里斯政府越来越不受欢迎。该政府通过集中联邦制来利用该国的石油财富，从而加剧了利比亚地区间的冲突。与此同时，日渐突出的政治腐败、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1969年7月，伊德里斯一世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同年8月4日，伊德里斯签署退位诏书，指定由王储哈桑继承王位。8月21日，一个澳大利亚宗教狂热分子在耶路撒冷旧城里纵火焚烧了伊斯兰教3大圣地之一的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世界群情激愤。利比亚各派政治力量都清楚地看到，伊德里斯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政权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据有关方面透露，当时至少有4个政治集团曾有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图谋。第一个集团是包括前首相巴库什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军官集团，这个集团谋划过接管政权的计划，但因内部分歧而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第二个集团是以军队参谋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勒西为首的王室力量，他们企图获得国王首肯体面接管政权，由于国王迟迟未公开表态，他们贻误了行动时机。第三个集团是以一名上校为首的军官集团，据说该集团得到伊拉克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未采取行动。第四个集团便是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1969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当尽快采取行动。会
会后，卡扎菲即向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发出第一次警报，要求他们核查对士兵、交通工具、武器和弹药的控制情况。当收到一切准备就绪的信号后，他把发动政变的日期确定为1969年3月21日。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举事前夕，他们获悉埃及著名女歌唱家定于1969年3月21日晚在班加西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卡扎菲认为这场音乐会将给他们的暴动带来诸多不便。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是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尔舒姆。库尔舒姆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是为巴勒斯坦法塔赫游击队举行的义演。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卡扎菲及其同事们对巴勒斯坦事业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立场，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事。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事先拟定了一份拘捕王室政权高级人物名单，这份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士将出席这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可能要延续到次日凌晨，被拘捕人物的行踪不便掌握，这对拘捕他们造成许多困难。如在这种场合拘捕他们，也将造成不良影响。卡扎菲再三斟酌，决定把政变时间定于6月5日。政变前夕，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突然被通知调防，卡扎菲怀疑他们的政变计划可能泄密。此外，这一年的6月5日正值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3周年，卡扎菲担心官方可能举办纪念活动，会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不便。与此同时，卡扎菲被通知于9月11日去英国接受第二次为期6个月的培训。卡扎菲感到发动政变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与贾卢德在迪利波里东南不远的塔尔胡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将政变时间确定为1969年9月1日凌晨。实际上，直到1星期之后，外界才知道这场政变的发动者正是只有27岁、默默无闻的中尉卡扎菲。其实，卡扎菲走到政坛中央极具戏剧色彩。政变成功后，在一次电视谈话中，卡扎菲和自己的同伴们回忆起那天的诸多细节。1969年8月31日深夜，卡扎菲与青年军官们按照计划采取行动。卡扎菲命令他的重要助手奥马尔·米海什乘傍晚的飞机前往首都迪利波里，组织军营的接管工作。当米海什到达班加西机场时，发现飞机已满员。幸亏一个机场官员是他的朋友，米海什总算上了飞机。到了迪利波里机场后，他拦了一辆出租车驶向军营。下车时，他居然糊里糊涂地把武器忘在了车上。在班加西，按照计划，卡扎菲和2个上尉要在凌晨1点接管贝卡军营和电台。他们正要出发时，先是来了2个宪兵，让他们帮忙修摩托车。好不容易把这2个宪兵打发走，另一个同谋者却惊慌失措地跑过来，说他们已经暴露。卡扎菲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当卡扎菲走到半程，回眸一望，却惊讶地发现，在前往班加西的路上，竟然只有他一人。原来，在前一个岔路口，他的随行车队错误地朝着贝卡军营方向开去了。更为可笑的是，负责占领的黎波里国家广播电台的军官开车绕城1周，竟然没有找到电台，只好慌慌张张地原路返回。负责接管迪利波里城外防空部队的贾卢德和霍尼指挥着600名士兵，到行动时才发现只有1050发子弹可供使用，好在一路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政变发生时，留守国内的王储兼首相哈桑王子在王宫中喝得酩酊大醉，他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次日被捕。这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革命军仅在突袭班加西的王室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1人被打死，15人受伤。卡扎菲带人进入班加西广播电视大楼后，直接进到值班广播员室，要求广播员播送军乐曲。广播员惊恐不安，放了歌曲，却不是进行曲。当卡扎菲要他为革命的第一篇声明录音时，广播员的语调显然惊慌失措，最终不得不由卡扎菲亲自读第一篇声明。实际上，这是卡扎菲仓促之中准备的。他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几个要点。卡扎菲推翻君主制政府后，宣布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由于原油是利比亚的主要出口产品，
为了加强国家对石油行业的控制，革命协调委员会于1973年9月宣布，所有在利比亚活跃的外国石油生产商51%的股份都将被国有化。在卡扎菲执政的头10年里，利比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到1979年，人均收入从1951年的$40上升到$8170，这高于意大利和英国等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了对抗该国强大的地区和部落分歧，革命协调委员会提倡统一的泛利比亚身份认同的理念。在此过程中，他们试图诋毁部落首领是旧政权的代理人，并于1971年8月以反革命活动的罪名审判了其中的许多人。之后，支持革命的现代化主义者取代了传统的领导人，但他们所服务的社区往往不认可他们。意识到现代化主义者的失败后，卡扎菲于1971年6月创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卡扎菲倡导泛阿拉伯理念，宣称需要一个横跨北非和中东的单一阿拉伯国家。1969年12月，利比亚与埃及和苏丹共同签署了迪黎波里宪章，随后成立了阿拉伯革命阵线，这是一个泛民族联盟，旨在迈向3国最终的政治统一。埃及、苏丹和随后加入的叙利亚因此获得了利比亚石油资金的大量资助。为表达人民革命而崛起的武装部队不会容忍帝国主义基地存在于利比亚领土上，卡扎菲终止了英国与美国的驻军。为了削弱意大利的影响力，1970年10月，所有意大利资产均被没收，12000多人的意大利社区与人数较少的犹太人社区一起被驱逐出利比亚。这一天成为了利比亚全国性节日，被称为复仇日。为了削弱北约在地中海的力量，利比亚于1971年要求马耳他停止允许北约将其土地用作军事基地。马耳他政府其后要求北约不得使用该岛对阿拉伯领土发动袭击。在接下来的10年里，卡扎菲政府与多姆·明托夫领导的马耳他政府建立了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卡扎菲认为，1948年以色列建国是西方强加于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占领。1970年，他呼吁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动持续战争，并为反以色列武装分子提供资金。卡扎菲还向世界各地的其他激进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卡扎菲资助的组织被批评者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但卡扎菲认为他们是从事解放斗争的革命者。1973年穆罕默德诞辰之际，卡扎菲发表了5点讲话。他宣布暂停所有现行法律，实施伊斯兰教法。1973年6月，卡扎菲创建了人民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第3国际理论。卡扎菲认为伊斯兰教在这一意识形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呼吁伊斯兰复兴，回归古兰经的本源，拒绝学术性的解释和圣训。他的这一做法激怒了许多利比亚神职人员。1977年3月2日，根据卡扎菲的要求，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同年7月，利比亚与埃及爆发边境战争，冲突持续了1周。经过阿尔及利亚总统的调停，双方同意签署和平条约。因埃及和苏丹都与美国结盟，这使得利比亚与苏联结成了战略同盟。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利比亚曾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在1979年，美国将利比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一场声援伊朗人质危机肇事者的示威活动焚烧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这进一步损害了两国关系。利比亚战斗机随后开始拦截飞越地中海的美国战机，这标志着两国关系的破裂。凭借当时利比亚政府持有143吨黄金储备，卡扎菲欲借此创建一个泛非货币，与全球现行的美元系统相对抗。随着石油价格的走低，20世纪80年代初，利比亚陷入经济困境。1981年，美国新总统里根对利比亚采取强硬路线。尽管卡扎菲发展了与苏联的商贸关系，但苏联仍认为卡扎菲是一个不可预测的极端分子。1984年4月，利比亚外交官被指控杀害了驻扎在伦敦大使馆外的英国女警察，这导致利比亚与英国关系破裂。在美国指责利比亚策划了1986年柏林迪斯科舞厅爆炸，导致2名美国士兵死亡后，里根决定采取报复行动。在1986年4月15日策划的埃尔多拉多峡谷行动中，美国军用飞机发动空袭，造成约100名利比亚人死亡。20世纪80年代末，
利比亚推行了一系列自由化经济改革，旨在应对石油收入的下降。这一时期，利比亚国内的伊斯兰反对派势力有所发展。1986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下令停止与利比亚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冻结利比亚在美国的资产。1988年12月，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客机爆炸，机上的259名乘客和地面11人罹难。美国认为是2名利比亚情报官员所为，利比亚因此遭受了约9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直到1998年，利比亚同意在曼德拉的监督下将嫌疑人引渡到荷兰苏格兰法院，制裁才得以暂停。20世纪最后几年，卡扎菲因其泛阿拉伯理想的失败，以及阿拉伯世界拒绝挑战对利比亚实施的国际航空禁运而感到沮丧。他越来越拒绝阿拉伯民族主义，转而支持泛非主义，强调利比亚的非洲身份。2005年7月，在利比亚首都举行的第3届非盟峰会上，卡扎菲呼吁加强非盟一体化，主张使用统一的非盟护照、共同防御系统和统一货币，并提出了非洲合众国是希望的口号。2010年10月，卡扎菲就历史上阿拉伯奴隶贸易奴役非洲人向非洲领导人道歉。与此同时，卡扎菲与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的关系依然紧张。在2003年的阿盟峰会上，卡扎菲与时任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发生了公开的口角。卡扎菲指责沙特阿拉伯邀请美国介入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与魔鬼结盟。阿卜杜拉回应称，卡扎菲是个骗子和殖民者的代理人。峰会2周后，沙特挫败了针对王储阿卜杜拉的刺杀行动。暗杀阴谋失败后，卡扎菲继续与海湾地区的多名权力掮客讨论煽动沙特政权更迭。2009年阿盟峰会上，卡扎菲与阿卜杜拉的恩怨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一名沙特官员后来声称，卡扎菲和阿卜杜拉在峰会期间举行了30分钟的会谈，他们之间的私人问题已经结束。然而，卡扎菲曾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和资金，用于袭击沙特阿拉伯。1999年，利比亚开始与英国政府秘密谈判，以实现关系正常化。2001年，卡扎菲公开谴责基地组织对美国的袭击，并呼吁利比亚参与美国领导的针对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反恐战争。受伊拉克战争影响，2003年12月，利比亚放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取消了化学和核武器计划。因此，利比亚与美国的关系得到改善。2006年，美国将利比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然而，卡扎菲仍继续其反西方言论。在2008年于叙利亚举行的阿拉伯联盟峰会上，他警告其他阿拉伯领导人，他们可能会像萨达姆一样被美国推翻。2009年9月，在委内瑞拉举行的第2届非洲南美洲峰会上，他呼吁建立一个覆盖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军事联盟，以与北约抗衡。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卡扎菲公开支持当时受到突尼斯革命威胁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由于担心国内抗议，利比亚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包括降低食品价格、清洗军队领导层中潜在的叛逃者，以及释放数名伊斯兰主义囚犯。但这些措施并未奏效。2011年2月17日，利比亚爆发了反对卡扎菲政府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与突尼斯、埃及不同，利比亚的宗教信仰基本单一，没有强大的伊斯兰运动，但民众对腐败和根深蒂固的庇护制度普遍不满。尽管卡扎菲成功地让利比亚在非洲率先摆脱贫困，但由于他实行高压、恐怖的独裁统治，加之与西方国家交恶数十载，由此为他招致大批国内外反对者。2011年2月，利比亚民众示威遭到镇压后，反对派在东部城市班加西成立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与卡扎菲政权分庭抗礼。联合国安理会之后通过决议，授权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北约随后对利比亚发动军事行动。8月20日，国家过渡委员会武装攻占迪黎波里。迪黎波里沦陷后，为了躲避北约和全国过渡委员会的炮击，卡扎菲不断更换住所。10月20日，卡扎菲被俘身亡。2013年1月9日，利比亚国民议会正式批准停止使用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名称的决定，改国号为利比亚国。2014年起，利比亚内部出现2大阵营，东部地区由退役将领哈夫塔尔领导，
在西部地区，由多个民兵组织组建了反哈夫塔尔的利比亚黎明阵营。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与支持他的武装力量控制着利比亚西部部分地区，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则与国民军结盟，主要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两个阵营都受到不同国家的支持和援助。西部政府的支持者主要有土耳其、卡塔尔、苏丹，而支持东部国民军力量的国家主要有阿联酋、埃及、沙特。2014年5月后，利比亚各派政治、军事斗争日趋激烈，局势急剧恶化。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逐步加大斡旋力度。2015年12月，利比亚各派在摩洛哥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设立总理委员会，并由其组建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2016年初，总理委员会2次向国民代表大会提交民族团结政府名单草案，但均遭否决。民族团结政府始终未得到国民代表大会承认。2017年，加桑·萨拉麦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提出解决利比亚问题的路线图。2018年5月，法国倡议召开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会后利比亚各派发表巴黎宣言，就年内举行大选达成初步共识。8月下旬至9月中旬，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经联合国调解，冲突各派于9月26日达成停火协议。2018年11月中旬，意大利政府倡议召开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在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举行。特别代表萨拉麦提出推进利比亚政治过渡3步走方案，即2019年上半年先后举行利比亚全国对话会、制宪公投、总统和议会选举。2019年4月，利比亚东部国民军以反恐为名进攻民族团结政府控制的首都迪利波里，双方持续在首都周边激烈交战。此后，民族团结政府在土耳其支持下逐步收复西部战略要地，重新控制首都迪利波里周边，并继续向东追击，拒绝同国民军和谈。其后，联合国主导的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在突尼斯召开首次会议，并宣布将于2021年12月24日举行利比亚大选。2022年2月，利比亚东部国民代表大会推选前内政部长巴沙加为新任过渡政府总理，但现任民族统一政府总理德拜巴拒绝交权。5月，巴沙加试图进入首都迪利波里接管政府，其武装同德拜巴麾下武装爆发严重冲突，巴沙加被迫撤出首都，退居中部城市希尔特吕直。8月，分别支持东西政府的武装再次在首都爆发武装冲突。2023年1月，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同国家最高委员会在联合国和埃及斡旋下，在开罗就举行大选，制定宪法草案，举行磋商。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巴蒂利提出新方案，计划组建选举高级别指导委员会，推动利比亚于2023年内举行大选。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此表示支持。6月，利比亚各派在摩洛哥就宪法草案进行磋商。2023年9月10日，飓风丹尼尔在利比亚东部地中海沿岸登陆，并引发洪水。国际移民组织数据显示，利比亚东北部有4万多人因此次灾害流离失所。据利比亚当局发布的消息，灾区已有150人因饮用被污染的水而中毒。此外，多年冲突遗留下来的地雷等弹药被洪水冲出来，给当地民众带来难以预料的安全风险。根据利比亚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利比亚东部受灾地区70%以上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成为利比亚现代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这个长期动荡的国家雪上加霜。